别以为新加坡最近宣布砸1个亿搞海事研发是在秀肌肉，这根本就是一笔被逼出来的保命钱。大家觉得未来10年，谁会是亚洲第1大港？当你还以为港口竞争只是比谁的吊机多，谁的码头大，谁的劳工便宜时，新加坡已经悄悄把牌桌掀了。就在最近的海事周上，新加坡交通部面色凝重地宣布了全新的蓝图，背后不仅是复杂的 AI 代码，更是这个国家对未来生存的深深焦虑。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，绝对不是一个枯燥的基建新闻，而是新加坡如何利用代差级的数字孪生技术和绿色能源标准，对周边乃至全球传统大港进行一次史诗级的降维打击。拒绝温水煮青蛙，小红点的生存哲学一直都很残酷。既然在物理空间上赢不了，那就直接垄断未来的游戏规则。这1个亿到底买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护城河？看完今天这期硬核拆解，你会对新加坡的战略眼光有彻底的改观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先回到现实，看看新加坡究竟面临着怎样窒息的围剿。在新加坡待久了，你就会懂，这个国家骨子里有一种深深的怕输和怕死基因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是腹背受敌。在新加坡生活的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外籍劳工政策越来越紧了？不仅是餐饮业，连极其依赖人力的海事行业也一样。看看地图，新加坡的海域空间和土地资源早就开发到了物理极限。隔壁马来西亚的丹戎帕拉帕斯港，也就是 PTP 港口，还有巴生港，正用极低的土地成本和人工疯狂抢夺中转份额。而新加坡呢？老一代塔吊操作员正在老去，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去码头吹海风，外劳配额又卡得死死的，人海战术在这里已经彻底失效了。你可能会说，新加坡不是正在花千亿重金打造大市港口吗？没错，当我们把所有港口业务集中搬到大市，打造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港口时，工地上确实已经几乎看不到工人了，全自动 AGV 小车在烈日下无声穿梭。但这只是硬件上的防守，在资本面前，硬件是可以被抄袭的。只要别人肯砸钱，买一样的设备，建一样的码头，新加坡的优势迟早会被抹平。周边国家完全可以用更便宜的综合成本把货运量生生挖走。如果新加坡只满足于做一个物流中转站或者码头老大，迟早会被边缘化。所以，新加坡交通部这次发布的蓝图，根本不是为了多运几个集装箱，而是为了解决一个致命问题。当物理扩张走到尽头，新加坡凭什么继续留在全球供应链的牌桌上？答案只有2个字：科技。而且必须是从国际航运中心强行跃迁到全球海事创新枢纽，用对手看不懂、追不上的底层科技来重塑护城河。那这套所谓的底层科技究竟有多可怕？我们直接进入核心。接下来进入真正的硬核区，请大家打起精神。这次蓝图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新加坡正在构建的代差级武器——海事数字孪生和准时制系统。大家平时用打车软件觉得全程调度牛吗？想象一下，把这套系统放大1万倍，用来实时调度全球几十万吨的巨轮。很多人以为数字孪生就是搞个好看的3D 模型放在大屏幕上糊弄投资人，错。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搞的这套系统，本质上是一个拥有上帝视角的 AI 预测大脑。传统港口是怎么运作的？船开到了，抛锚排队，等泊位空出来，这中间浪费了几天甚至10几天的等待时间，烧掉的都是真金白银的燃油。而新加坡的准时制系统目前已经强行让150多家核心玩家接入。它能干嘛？它能在你的货轮还在印度洋的时候，就算准了你几天后到达新加坡的确切秒数，系统会直接给船长的平板电脑发指令：兄弟，你开慢点，降速20%，刚好下周2下午3点准时靠泊。这一脚刹车，帮船东省下了天价的燃油费和未来的碳排放税。你以为新加坡是在做慈善帮别人省钱吗？大错特错！当全球的集装箱船、邮轮都开始依赖这套调度系统时，新加坡就不再是一个提供泊位的包租公，而是变成了全球航运的操作系统。更可怕的是，新加坡借此掌握了全球货运的实时数据流。谁掌握了数据，
谁就卡住了全球供应链的脖子。再加上蓝图里明确规划，到2026年即将大规模部署的人工智能无人水面船艇，这些没有驾驶舱的无人船将在狂风暴雨中自主巡逻，用 AI 摄像头精准锁定水下异常，去处理高危的危险品监控。新加坡港口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彻底黑化成算法密集型，这种维度的跨越，周边那些还在靠堆人力、拼地价的传统港口，拿什么打？这就是赤裸裸的降维打击。但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全部，那就太小看新加坡了。他们在绿色能源上的布局，才真正暴露了更大的野心。如果你觉得数字孪生已经够狠了，那蓝图里的第二个大招，替代能源安全交付，才是真正暴露新加坡勃勃野心的地方。有没有做能源或者化工的朋友？甲醇和氨气做燃料，最大的难点是什么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。大家都知道，国际海事组织下了死命令，全球航运业必须在2050年前后走向零碳排。以前烧重油，以后要烧甲醇，甚至烧液氨。但这里有个致命的信息差，液氨虽然零碳，但它剧毒，极易腐蚀，稍微泄漏一点就能让整个码头的人团灭。怎么在摇晃的巨轮上安全地加注这些危险的新能源？目前全球都没有一套完善的标准，这才是新加坡砸重金瞄准的绝对真空地带。新加坡其实并不产这些绿色燃料，但它极其聪明地把研发重点放在了如何安全交付上。这背后的顶级阳谋是什么？是争夺全球规则的制定权。一流国家做标准，二流国家做服务。新加坡政府的算盘打得极其精明，只要我用这笔钱，联合顶尖科研机构和企业，把甲醇和液氨的加注流程、安全阀门、应急预案全部在新加坡的真实场景里测试通过，然后把这套操作手册推给国际海事组织，变成全球通用的 ISO 标准。那么未来，全世界的环保新船下水，敢去哪里加油？只能来新加坡，因为只有这里有被全球认可的安全认证体系和实操经验。别人还在抢今天的货运量，新加坡已经通过制定安全标准，锁定了明天的能源定价权。一旦这套标准在全球跑通，直接锁死了新加坡未来50年全球海上加油站的霸主地位。这不仅是环保，这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能源控制权争夺战。不过话说到这里，问题来了，搞这么庞大的生态，区1亿新币真的够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拆解的就是新加坡最核心的财政操盘术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懂行的朋友会吐槽，1亿新币分5年给，每年才2000万，在动辄100亿的海事基建面前，连塞牙缝都不够吧？如果你是航运公司的老板，面对新加坡政府这种出一半钱陪你试错的诱惑，你会拒绝吗？如果你觉得钱太少，那就太不懂新加坡的财政操盘术了。这1个亿根本不是用来大包大揽全额拨款的，它是新加坡政府最擅长使用的财政杠杆，典型的淡马锡式思维。仔细看蓝图里的措辞，政府明确强调鼓励企业共同开发、共同试验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政府拿这笔钱作为种子基金，对跨国巨头和初创企业说，新技术风险太高，你们不敢搞，没关系，来新加坡，我出场地、出数据，研发费用咱们1人1半，亏了我兜底，成了专利共享。这就是极其高明的做局思维。通过这种风险分担机制，新加坡强行把马士基、地中海航运、达飞这些全球巨头的核心研发团队和真金白银绑定在了本地。卓越中心的建立，让技术不再停留在大学的实验室里，而是直接拉到大使港口去实战演练，就地商业化。1个亿的政府资金，撬动的是几百亿的跨国企业投资，以及无数顶尖的 AI 算法工程师和能源专家。这不仅是招商引资，更是招财引智，形成了一个政府搭台、企业出钱、港口试验、全球推广的完美闭环。新加坡花了一点所谓的小钱，就让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都在为新加坡的港口打工，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。这笔账算得实在是太绝了。从19世纪的转口贸易战，到今天的全球海事创新枢纽，新加坡的每一次蜕变，都是被强烈的生存危机感逼出来的。
这1亿元的新蓝图，表面上是科技投资，底层逻辑却是一个小国在巨头林立的世界上，为了不被时代抛弃而发出的怒吼。哪怕今天它已经是全球第1大家驻港和第2大集装箱港，依然在未雨绸缪，寻找下一个维度的突破口。当别人还在卷价格、卷体力的时候，新加坡已经开始卷维度、卷标准了。这种永远快人一步的怕输精神，才是新加坡真正的底牌。这种主动进化的生存哲学，不仅适用于国家，对我们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启发。你认同新加坡这套生存哲学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也对这种硬核的政策拆解感兴趣，想看透新加坡社会、财政和基建背后的真实运转逻辑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也可以查看说明栏里的更多深度资源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